这期报纸呢，《公民日报》，这个封面呢就谈到这个郭文贵爆料，郭文贵先生呢，他说什么呢？说这回十九大啊，说中国不走这个法治的道路。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组织大家学习郭文贵讲话精神的人啊，名叫唐元俊啊，中国民主党美东总部的主席啊，地点呢是在美国纽约的法拉盛，中国民主党的美东总部就在这里啊。大家看啊，这份报纸啊，思想性很强。我们作为党员嘛，你总得要学习，总是要在思想方面要加强，对这个自由世界啊，对这个普世价值啊，一种这个认知。当然了，这个视频不是最近拍的啊，是6、7年前啊，郭文贵如日中天的时候啊。这唐元俊啊，在美国的民运界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人物啊。你想一想，就是美东总部的主席啊，同时也是中国民主党啊海外好像是一个副主席啊，那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共的蔡奇、王沪宁这样的人物啊。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在上个月的8月21号，他呢被美国 FBI 给抓起来了，被捕了。罪名是什么呢？罪名他是中共的间谍。这个消息可不得了啊！那一公布之后啊，立刻就在美国的民运界引起了轰动啊！你想想，美东总部的这样的一个主席被中共策反了，还给中共当间谍，那不就相当于王沪宁被赖清德策反了吗？蔡奇被这个蔡英文给搞定了吗？那习近平每天工作的时候，发现旁边这2个人都是中华民国的间谍，那大概就相当于这么一个这个行为啊。所以这消息出来之后，那引起了民运界的震动啊。那王军涛啊，包括王丹啊，他纷纷都出来说啊，魏京生啊，说这个人呢，我很早我就看他不对劲儿。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呢，这个唐元俊呢，就在民运界开的一些活动里的散布一些有利于中共的言论。什么言论呢？说啊，这个反共啊，这个好像也不太能成功啊，然后呢，对共产党呢也要正面的看啊，做的经济方面还发展挺不错，而且呢，号召民运界的人呢对中共进行学习。你看，这很早就思想就流露出来了，对中共这种慕强心理啊，所以啊，他给中共当间谍也不意外。但是啊，那 FBI 没有抓到他之前呢，那谁也没发现他是间谍嘛。所以毕竟这个唐元俊这件事情啊，被 FBI 抓到的，不是被民运自己内部抓到的，所以他对民运界很多人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尤其是唐元俊呢，他们平时搞的经常组织一些到大使馆门前的抗议活动啊。所以很多人担心呢，说这个唐元俊搞的这些活动，他都拍了视频，拍完这些视频之后，他是中共的间谍，那这些视频不就传到中共那儿了吗？那很多人就由此担心，他参加这些活动之后，会影响他们在国内的家人。我们今天啊，就来讲一讲，这个中共何以能够策反民运的高层唐元俊呢？中共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打入到民运的高层的啊？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话题。说起这个唐元俊呢，他的经历还蛮传奇的啊。他呢是出生在东北，是那个一汽的一个工程师啊，还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啊，就经常组织一些民主沙龙啊，他对民主自由啊这种思想啊充满了向往啊。那89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北京不是学生上街游行吗？他在当地啊也开始组织活动啊，组织一些工人呢上街去罢工啊、游行啊。5月19号的时候，他长春那个地方就组织工人游行；6月份的时候又组织工人游行。那后来呢？北京啊，中共不是镇压了学生运动吗？全国各地也开始搞反攻倒算，就把各地组织工人闹事的这些人都抓起来了。这唐元俊呢，也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就说他搞反革命的游行，一下子就给他判处有期徒刑啊，这个20年。同时呢，一期也把他开除了。应该说判罚的非常重啊。中共当年在89年的时候，对学生还算是有一点点网开一面的意思啊。就算判刑，判的也不是特别重。你想想，王丹才判了几年呢？那你这个唐元俊不过就是组织了2起游行，一下子判了20年，对吧？所以中共对组织工人罢工闹事的是绝对是从严从重处理，因为他就觉得工人这个地方一旦动起来，那社会危害要大得多嘛。所以唐元俊呢就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到97年的时候呢，他被减刑了，减刑到了有期徒刑8年。据说啊，当年是克林顿跟中国政府反复交涉，说你中国搞改革开放啊，你还是要对这个人权方面要有改善，尤其是对89年这批人。
所以在98年左右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王军涛啊、王丹呢这些人被放出来之后都去了美国，包括魏京生啊，是吧？都是这个时间啊。那么在监狱里的这批人呢，也多少受到了一些这个影响，就像唐元俊呢就被减刑了，所以他在97年的时候就出狱了啊。出狱之后的唐元俊发现啊，他在中国社会生活非常难，因为首先他是刑满释放人员，还是政治犯，所以他到南方打工之后，他发现他处处受歧视，工作找不到，然后呢，国安还定期监控他，所以他就觉得生活无望啊。2002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冒险的举动啊。当年啊，厦门啊，跟那个大嶝岛、金门那个地方啊，开的那种游船，我还坐过啊。当年我去厦门采访的时候啊，那游船呢，就围着大嶝岛转一圈，到那地方看对面那标语写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后呢，顶上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啊。这个唐元俊呢，就坐上这个游船。这游船呢，快到大嶝岛的时候呢，他就跳到海里头去了，就一口气儿往大嶝岛去游过去了。大嶝岛啊，上面是国民党的守军呢，那还是个军事禁区啊，他也不管了，就爬上去了。据说啊，就那个当时石头上啊都是那些蛤蜊，他爬上去的时候身上刺的全都刺破了，浑身都是鲜血呀。去了之后呢，就被台湾当局啊就给他抓起来了，就按照这种偷渡的行为呢，就把他关到了收容中心。这唐元俊呢偷渡的时候呢，他随身呢他背了一个塑料袋，这塑料袋里头啊有当年中共给他判刑入狱20年有期徒刑的这个判决书。他到了台湾之后，就把这判决书啊交给了那些管理人员，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啊。那么传出去之后呢，就在国际媒体引起了关注。那么海外的这些民运人士，像胡平啊、王丹的这些人呢，就开始积极营救这个唐元俊。因为你想，唐元俊是这种情况下跑到台湾去了，台湾如果要把他遣送回大陆，肯定受迫害嘛。台湾岛内当时也有一些人权组织积极奔走啊，所以在1个月之后，唐元俊呢就成功的到了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到了美国之后啊，唐元俊就开始积极参加民运活动啊。按照当时海外民运的一些潜规则啊，在中国大陆蹲过监狱的人，地位就比较高，因为你蹲过监狱嘛，你相对来说付出了代价，所以唐元俊很快就在美国的民运界崭露头角。04年、05年的时候啊，就中国民主党在海外成立总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民主党最开始是国内的一些异议人士成立的啊，结果中共抓起来把他判刑了。然后海外为了呼应这个，在04、05年的时候，在海外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后来又成立了什么全球联合总部。这个成立的时候，这唐元俊就当选为中国民主党的副主席。后来在05年的时候啊，他又在美国纽约的法拉盛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的美东总部，这个美东总部的主席就是唐元俊。按照美国 FBI 提供的信息啊，这个美东总部啊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这个非营利组织啊，唯一的一个账户授权人就是唐元俊啊。那么唐元俊呢之后呢，就以这个中国民主党美东总部主席的名义呢，参加各种各样的民运活动，比如说各种纪念会啊、研讨会啊，讨论中共啊什么时候灭亡啊，灭亡以后中国社会到底应该怎么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我看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他还带队去到台湾去参加那个观选团。还拜访了民众党的总部啊，总而言之吧，就参加各种各样的民运活动啊。那么，美国的 FBI 是什么时候发现唐元俊啊为中共活动的呢？为中共当间谍的呢？好像是从18年到19年，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唐元俊呢主动找到一个中间人，跟国安联系上了，愿意为中国国安活动。所以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去了一趟澳门。他为了掩人耳目啊，他去澳门的时候还先飞到了台湾。然后又从台湾到了澳门，到了澳门之后就见到了中国的国安部门的人啊。这国安部门的人呢，就给他一些任务，让他在美国搜集情报，收集民运部分的情报。据 FBI 来调查呢，这唐元俊呢都给中国的国安提供了什么情报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他跟美国的民运界的一些高层啊，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啊 ，WhatsApp 的聊天记录，他截图了，都发过去了。第二呢，就是他呢，就是自己有个邮箱。这个邮箱呢，他把这邮箱的登录号码呢也告诉了这个国安的人，这国安的人也可以登录他的邮箱，然后他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就放到了这个邮箱的草稿箱里，然后呢，这国安登录之后也能看到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呢就是参加一些美国的这些民运的活动啊，他拍一些视频呢，拍一些照片呢，比如说6·4的纪念会啊，他就把这些信息啊、视频呢，通通都告诉这个国安。第四个呢，他还给这个中国的国安这个人呢申请了一个美国的
电话号码，然后用这个电话号码呢搞了一个 WhatsApp 的账号，然后他把这个账号呢又拉进了中国民主党之友的这么一个群里头。那在这个群里头，所有那些民运的那些人讲话，这国安呢就一览无遗了，对吧？也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啊。那么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唐元俊呢，还真就回了一次中国。他先飞到了韩国，然后又从韩国飞回了中国。他到了中国之后呢，就见到了中国国安的一个领导。这国安的领导给了他一笔钱，同时呢，又在他手机里头装了一个软件。这个手机里的拍摄的视频，还有手机里的照片什么之类的文件都会自动上传到云盘里。然后这个云盘的信息呢，中国的国安的人都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是2022年的事情。后来到2023年的时候，他又去了一趟澳门，跟中国的国安这个人呢见了面。我猜这个美国的 FBI 是怎么盯上唐元进的呢？就是唐元进本身是从事民运活动的高层，你想想，中国民主党的美东总部的主席嘛，然后你竟然还能回国，你回国的话，中共还没抓你，这就不正常了。按照中共的逻辑你海外民运这些人，你就算加入了美国国籍，你回中国国内的话，要么不让你回国，你就比如说你王丹，你现在想回国，中共可能是不会让你回国的要么你回国肯定也收拾你，不会轻易的把你放走，对吧？但是这唐元进呢，可以来去自由，我估计美国的 FBI 是因为这个原因就盯上他了，于是呢就调查他的邮箱，一发现那么多信息，于是在今年的8月21号把他抓到了。现在呢，唐元进呢以10万美金保释出来了然后呢，他除了出去工作，然后呢再就是见律师看病不能出家，而且活动范围大概就是纽约州还有其他很小的一个范围等待未来法庭的这种审判他的这个当间谍的事情在民运高层也有很多分析。我看了那个吴建民对他的分析吴建民就说，这唐元进为什么能够被中共这个策反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放松了对自己思想认识的这个学习和提高，然后呢，从事这个反共工作多年之后觉得反共无望，因为中共越来越强大嘛。然后呢，这萌生了这种怎么说，就是这种对前途的幻灭感。于是呢，这个动摇了，反共的立场动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不是特别成功。说他在法拉盛虽然说搞了一个美东总部但是这个美东总部好像是最后也沦为了给一些搞政弊的人提供一些场所、活动、程序。我也看了一下，他这个美东总部主要是靠说你民主党你加入之后，你给他交党费或者搞一点捐款，但实际党费肯定是非常少嘛。最后呢，就很多人到这个地方他们组织一些定期的上街的活动，比如说到中国大使馆门前去游行他们在大街上搞纪念某一个这个民运人士民主人士的活动拍一下照片，然后这些照片或者视频呢，就可以帮助这些人搞政弊。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也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吴建民就说他生活得很落魄，没有钱给自己的父母，自己年纪也比较大了，觉得自己一辈子很失败，这是很重要的原因。第三个就是这个唐元进这个思乡心切，因为唐元进在国内有一个母亲，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好，还有一个弟弟，这弟弟呢身体残疾，就是每天都就是瘫痪，然后他母亲主要靠他这个瘫痪的弟弟来照顾。哥哥得罪了自己的祖国，不能回家尽孝。瘫痪弟弟伺候生病母亲，只为报答他一生的照顾。看起来确实挺令人心酸的。这唐元进思乡心切又不能回去就经常通过这种视频来跟他自己母亲来对话。所以吴建民就说，他说这个中共就看到了唐元进的这个弱点，你不是想回国吗？你要是替我干事儿，你就可以回国所以呢，最后唐元进就经不起中共的诱惑，最后就被拉下水了，当了间谍。说起这个中共在美国民运界的间谍这唐元进呢算是近年里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王书军。这王书军呢这个虽然不是说民运的高层但是在民运界也算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而且他的社会地位呢，应该说比唐元进还要高。这王书军早年是在青岛读书，山东大学的这个历史系的，
毕业之后呢，就在山东省的社科院工作，搞历史研究的，写了太平洋战争的那些书啊。1994年的时候呢，他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唐德刚先生给他推荐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年之后呢，他就申请了美国的杰出人才，就留在美国了，不回中国了。留在美国之后呢，不久呢，他也就加入了美国的国籍，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写过什么书呢？写过张学良的口述啊，什么历史啊，那个书啊，根据当时唐德刚先生提供的一些这个录像带，他写的书。后来还写过一些抗日战争的一些作品啊。这王竹君呢，后来在0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叫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所以每年胡耀邦赵子阳啊这个忌日的时候呢，他们都组织纪念活动。他这个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啊成立的时候啊，都拉了一些什么人呢？是陈一之啊，当年跑到海外的民运人士，也包括王丹，也是理事会的成员啊。那也都是海外民运啊活动活跃的一些人物搞的嘛。但是王淑君这个人的经历就比较特殊了，他虽然说在民运里搞一些活动啊，但是呢，他还经常回国。所以他经常回国之后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啊，包括他书籍呢还在境内呢可以出版。所以美国的 FBI 就怀疑他就是他可能被中共策反了。怎么最早盯上他是在2019年。2019年的时候，王淑君呢从中国回到美国，在海关的时候就受到了盘查。海关查他的手机啊，就发现了有4个中国国安的人的联系电话。这4个国安的联系的电话，有个叫何峰的，是广东那边国安的一个负责人，还有一个叫季杰的，青岛国安的负责人啊。总而言之，就盯上他了。这个时候呢，他还没太注意啊。到2021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特别搞笑啊。这 FBI 的人为了拿到证据，就乔装成中国国安的人，敲这个王淑君他们家的门。敲门之后，王淑君问呢，说谁呀？他说我是从国内来的，是吧？带着我们老板的这个指示啊。那老板是谁呀？说我老板姓何啊。他是姓何，一听说那就是把他让进去了。他说啊，我那个同事啊，那个季杰啊跟我讲啊，让我来见你一面。这一听，他的戒备心不就没有了吗？是吧？这个 FBI 的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为什么来见你呢？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跟你捎个口信儿，美国 FBI 已经盯上你了，现在正在调查你。那这王淑君一听就急了，是吧？害怕啊，是吧？那怎么办呢？他说你现在不是给那个中共做了很多事情吗？现在得赶紧把这个证据销毁啊！这王淑君呢就赶紧就拿出他的这个日记啊。这王淑君怎么给中共提供情报呢？就是他那个手机里头有这个日记，每个月呢他就记个2-3回日记。这2-3回日记呢，他其实是跟中共的国安啊在后台是共享的。所以呢，这些日记他就是参加一个什么纪念活动啊，把这参加纪念活动的名单啊、背景啊，包括拍的一些内容啊，他放在这个日记里。所以他就把这个日记拿出来，就让这个 FBI 这个探员呢赶紧都给他删了。他边删他还说，这个别全删了，全删了之后啊，这太容易引起怀疑，隔一条删一条，这样让人不引人注目。然后同时他还讲，他法拉盛的公寓里头还有电子设备，里头还有一些资料，拿过来之后也把它删了啊，搞干净。然后呢，那 FBI 的人还表扬这个王淑君，说你做得非常好，工作很彻底啊。王淑君当时还讲了，是啊，他说他当时中共啊让他接近一个香港的就是异议人士的大佬啊，就是我们猜测可能就是民主党的主席李柱铭。他说这个要请李柱铭吃饭，他说他跟李柱铭的关系非常铁，说吃一顿饭花了$4000，他吃得好啊。他说那公款吃喝很棒啊。然后李柱铭呢给他讲了很多内幕，然后他就把这个信息讲完之后呢，都汇报给了中共的高层，让中共的高层啊能够判断出来这些民主党的人呢在香港选举过程中间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最后那个 FBI 的探员还跟这个王淑君说，你干得很好，鼓励他，让王淑君很开心啊，就走了。2周之后呢，这 FBI 的探员又到他们家了，到他们家之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你想想，人家 FBI 这当时到他们家里跟他见面的时候都录了音，所以呢，这王淑君给中共当间谍的事情就算是铁证了啊。这抓他的时候是2022年的3月份，紧接着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就开庭审理他的案子。这个案子到今年呢已经审完了。那么美国呢也认定了王淑君就是成为了中共的代理人。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啊，就是什么是间谍？就是你如果在美国啊，你替外国政府工作，又没有向美国的司法部汇报，那你就是间谍。
向美国司法部汇报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是中国的外交人员，王毅到美国去了，他当然代表中国政府工作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要向美国的司法部备案的。你比如说你外交人员，你大使馆的人员，这都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你没向美国司法部备案，你还替外国政府工作，这就叫外国政府代理人，就属于间谍。所以王淑君也包括这个唐文静，他们都属于外国政府在美国的代理人。这个呢，罪行啊的最高都可以判有期徒刑10年。然后呢 ，FBI 找你的时候啊，他肯定不承认呢，一不承认，按照美国的法律，这就属于虚假陈述。这虚假陈述呢，又有可能判有期徒刑5年。这一加起来，像这个王淑君就有可能判有期徒刑25年。那王淑君今年已经73岁了，是吧？如果要是判刑的话，我估计最后肯定也是10年以上。那如果10年以上的话，对他来说，那跟死刑也差不多少了。现在唐淑晶呢还没有开始起诉，但是他的罪行啊，我看了一下起诉书啊，跟这个王淑君也是大差不差，都是这几项罪名啊。那最后的刑期也不会太短，因为美国对这个外国政府在美国的代理工作，那刑期一般来说都比较长。那接着最后我来讲讲我对这2起间谍案的看法啊。首先啊，我就觉得这美国的 FBI 啊，这效率还是挺高的。你想想，这些民运的高层，也包括民运的活跃人士啊，长期以来在民运界啊这个工作，民运界的人都没发现，但最后都是美国的 FBI 发现的。我这里要讲一下，这些人之所以被 FBI 盯上，我觉得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频繁的回国。因为你在美国搞民运活动，你再回国的话，这一点肯定是特别令人生疑的。这个回国不仅你包括回中国大陆，你包括香港和澳门也是一样的。你只要回香港和澳门，我猜 FBI 肯定就会监控你。监控你之后，你那些邮箱啊、手机啊，肯定都没什么秘密。只要盯上你的话，那一查一个准儿。所以啊，我觉得美国 FBI 对付中共的间谍，打入民运内部的间谍这一方面来说，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他们为什么会为中共收买啊？我个人觉得，海外民运的这些群体啊，有点类似于当年的反清复明的那些组织，因为他当时啊跑到海外去了，成立这些反共组织啊，都认为在海外成立这些反共组织啊，要不了多少年之后，中共政权就垮了，然后呢，他们就班师回朝。但是这个一搞了30几年啊，这中共政权没垮，甚至从某些方面呢，还搞得有点越来越强大。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点类似于200多年前的反清复明的组织啊？那这个对人的心理的考验确实是非常强大的。你想想，如果你从事一辈子这个工作，你都这个前景无望，那你要想靠什么信念来支持你啊？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海外的民运呢，你不能以推翻中共统治为目标。如果你要是以推翻中共统治为目标，你就很难形成凝聚人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起来前途无望啊，对吧？你前途无望的话，你怎么来吸引大家人来共同来这个组织来奋斗呢？你组织总要有一个现实的目标吗？为什么说我不愿意参与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就是我认为他们这样的政治活动本身确确实实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所以在我看来，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能做的就是通过报道新闻事件的真相，让普罗大众能够受到一些启蒙，然后最终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个海外民运，他们都是有一个极其不现实的政治目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海外民运这个市场，它市场太小了，它能养活的人太少了。这民运中间，除了少数特别知名的人，你比如像王丹呐、王军涛这些人呢，他们自己搞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啊，有一些人给他们资助啊、捐款，能够养活自己，还能做一点社会活动。但是他们下面的这批人，这些职业革命家，你比如说唐元进这批人，他要想自己养活自己就非常困难了。他们搞基金会，没有人给他捐款啊；他们搞中国民主党，实际上最后的党费也养活不了自己啊。最后变成什么？最后变成了一个给大家提供政币的这个文件这样的一个组织。你想想，那跟你的革命目标一致吗？你自己搞一段时间之后，你肯定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实际上都是骗人的。因为你搞这种，大家之所以参与你的活动，到这来跟你一起搞政治学习，然后目的不是为了就是到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一下，拍张照片，然后申请政币吗？那你想想，你这个通过搞革命来养活自己，这个其实是非常之艰难的。所以吴建民说，唐元进生活非常潦倒落魄，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搞了20年，然后自己的人生非常失败。第3个方面，从唐元敬的角度来讲啊，还是这吴建民说的也有道理，就是思乡心切。王丹也讲了，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你常年在海外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可能就觉得自己啊，且不说落叶归根呢，自己的亲人在国内几十年无法相见呢，那对他们的煎熬啊，那确确实实常人难以想象的。那刘冰燕晚年在国内，在美国的时候，就一门心思想回国啊，还自己给中共的高层写信呢，他说哪怕给我回去关到监狱都愿意回啊，中共不理他，就让他就客死他乡啊。那对唐元敬这些人也是如此啊，他自己的母亲，他自己的家人在国内，他就是想回去啊。当然，事实上，当他22年4月份回国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母亲是在22年的1月份去世的。我呢，在唐元敬的推特上，我看到他写了一个帖子，就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这个帖子啊，他贴了一首民谣，这首民谣啊叫做《小花梅》，其实读起来还蛮令人心酸的。他说当代民谣《小花梅》，小花梅，小花梅，身世飘零你是谁？千家万户乖乖女，一别爹娘换不回，换不回小花梅，骨肉亲情梦相随，可怜天下父母心，多少血泪化成灰。我在想啊，这唐元敬为什么贴这个小花梅的民谣啊？说明他自己十分思念自己的母亲，而在自己的母亲呐去世的时候，他没能在眼前看一眼，他应该内心里是极大的痛苦。这里头反复在问：小花梅，小花梅，飘来飘去你是谁？对于流亡海外的移民来说啊，自己的身份认同的确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惑。如果你不能融入到当地，进入到这个当地的社会生活里去生存的话，你独在异乡为异客，你就会产生恍惚感。这个呢，其实也是困惑这个群体中间的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我觉得啊，最后呢，我觉得啊，唐元敬啊，也包括王书君这件事情啊，对海外民运的杀伤还是很大的。这事情发生之后啊，我看了胡平啊、王丹呐这些人都讲包括王军涛啊都讲这件事情对他们没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活动本身就没什么秘密啊。那你搜集吧。我也看了，其实这个起诉书里头啊，这些人搜集的信息本身呢，确实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我在想，可能在中共的眼中看来，这些海外民运本身又成不了什么气候，所以呢，可能也没有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啊，去搞这些间谍活动。但是有一点，这唐元敬毕竟是中国民主党啊美东总部的主席这个中国民主党的高官那你想想，你美东总部的主席都被策反了，都变成间谍了，那底下的这些人将来会产生疑惑，说主席都被策反了，那这是中国民主党，那还在干什么？是吧？还有可能成功吗？那这个对海外民运来说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当然了，这个运动本身要我看来说也没有什么成功的可能这个影响不影响，杀伤不杀伤，可能都不影响就整个这个运动逐渐走向示威的这么一个未来的命运。说句心里话，这些人的被中共的策反，如果说在我看来有什么价值的话，就是应该刺激这些海外民运的人呢，认真去思考这个民运经过了30年的时间，到底是何去何从，到底应该用怎样的组织架构和理念去凝聚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如果继续按照过去那个方式往前搞的话，那其实其未来的结果在我看来只能是这个越来越影响示威。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这期报纸呢，《公民日报》，这个封面呢就谈到这个郭文贵爆料。开始说中国发展的也不错呀，是吧？开始说你这个海外民运一事无成，甚至我就说向共产党学习这个。
哥哥得罪了自己的祖国，不能回家尽孝。所以说，这就是为啥中国能诞生全世界最奇葩的民主诈骗集团。所有外国人说，只有中国人有民主诈骗集团，就是海外民运。